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林婉晴，你考慮清楚了，主動離職，公司還能給你2個月補償，鬧大了對誰都不好看。孫建華靠在人事部的椅子上，翹着2郎腿，臉上掛着胜券在握的笑容。我看着面前這個折磨了我3個月的男人，手指攥緊了包帶。人事經理方敏翻看着我的檔案，眉頭皺得越來越緊。孫經理，林婉晴這3年的績效考核都是 B+ 以上，為什麼突然要辭退？方敏的聲音帶着質疑。綜合評估嘛，不適合繼續任職。孫建華敷衍地揮揮手，轉頭看着我，小林，做人要識時務，別不識抬舉。方敏合上文件夾，看向我，林婉晴，你有什麼訴求嗎？如果對處理結果不滿，可以按流程申訴。我沉默了幾秒，抬起頭，一字一句地說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讓集團總裁親自來給我辦離職手續。會議室突然安靜了，孫建華愣了一下，緊接着哈哈大笑起來。林婉晴，你是不是被刺激瘋了？總裁會為你一個小職員來人事部？站在門口的周珊珊也笑出了聲。表哥，我看他是想錢想瘋了，還真把自己當根蔥了。我掏出手機，當着所有人的面撥通了那個存了10年卻從未撥打過的號碼。電話接通，我平靜地開口，姐，我在公司被辭退了，你能不能來一趟人事部，親自給我辦離職手續？電話那頭傳來椅子倒地的聲音，接着是一個女人顫抖的聲音，婉晴，你說什麼？你在哪個部門？孫建華臉上的笑容僵住了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3年前，我入職宏遠集團的時候，人事部問過我一個問題，你和林總是什麼關係？我看着表格上緊急聯繫人那一欄空着的位置，搖了搖頭，沒關係，只是同姓。那個人事專員鬆了口氣，那就好，我們公司最忌諱走後門。我笑了笑，沒有說話。是的，我和林婉星是親姐妹，但我們已經10年沒有聯繫了。準確地說，是我單方面的斷了聯繫。10年前，父母出車禍的那個晚上，我給姐姐打了17個電話，沒有一個接通。後來才知道，她在國外談一個重要項目，手機關機了整整3天。等她趕回來，父母的葬禮已經結束。我站在墓碑前，看着穿着黑色職業套裝的姐姐，她的眼睛紅腫，妝容精緻。我記得她說的第一句話是，對不起，項目太重要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打斷了她，姐，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。那年我18歲，她25歲。從那以後，她成了商界冉冉升星的女強人。我考上了普通大學，畢業後找了份普通工作。我們住在同一座城市，卻像2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。入職宏遠集團純屬意外，我投了幾十份簡歷，只有這家給了面試機會。我通過了3輪面試，靠的是自己的能力，和姐姐沒有半點關係。甚至直到入職，我都不知道林婉星就是這家公司的總裁。前2年，日子過得波瀾不驚。我在市場部做策劃，不爭不搶，按部就班。部門經理孫建華是個老油條，對下屬倒也和氣，只要完成任務，他不太管具體怎麼做。改變發生在半年前。那天早上，孫建華帶着一個年輕女孩進辦公室，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這是周珊珊，以後是咱們部門的新同事。珊珊，這是林婉晴，跟着她學。周珊珊掃了我一眼，衝我點點頭，聲音脆生生的，林姐，多多關照。我笑着說好，殊不知這是噩夢的開始。
第1周，我帶着他熟悉工作流程，他看起來很認真，拿着本子記記寫寫。我以為他是個肯學的新人，毫無保留地教他。第2周，部門接了個急活，要在3天內出一份春季營銷方案。孫建華把任務分給我，小林，這次就辛苦你了。珊珊剛來，讓他打下手。我連續加班了2個晚上，做出了一份完整的策劃案。第3天早上，我把方案發給周珊珊，讓她幫忙整理一下格式，打印出來交給孫建華。下午開會的時候，我正在工位上核對數據，同事小王突然跑過來：“婉晴，你怎麼不去會議室？孫經理在表揚珊珊的方案呢。”我愣住了，什麼方案？等我趕到會議室，看到的是周珊珊站在投影前，眉飛色舞地講解着我熬了2個通宵做出來的策劃案。這個方案的核心思路是差異化營銷。他指着 PPT 講得頭頭是道。孫建華笑容滿面地點頭：“不錯不錯，新人就是有衝勁，有想法。”我站在門口，手裡還拿着剛打印出來的數據報告，整個人都懵了。會議結束後，我找到周珊珊：“珊珊，這個方案是我做的。”她抬起頭，臉上掛着無辜的笑容：“林姐，我知道啊，但是孫經理讓我整理的時候，說讓我直接去匯報，我以為是團隊協作呢。”我深吸一口氣：“那你匯報的時候，為什麼不說是我做的？”他眼圈一紅：“林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為這種項目都是誰匯報誰署名。”我還想說什麼，孫建華從辦公室出來，皺着眉頭：“林婉晴，你這是在質問新人？大家都是同事，一個項目而已，計較這些幹什麼？”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周珊珊是孫建華的外甥女，接下來的日子就像慢性中毒，所有的髒活累活都落在我頭上，整理文檔、核对數據、聯繫客戶、修改方案，從早忙到晚。出彩的項目，孫建華總是讓周珊珊跟着，每次匯報都是他上。我的工位堆滿了文件，他的桌上永遠整潔如新。“林姐，這個 Excel 能幫我做一下嗎？我不太會。”“林姐，這個客戶有點難纏，你去談吧，我怕搞砸了。”“林姐，今天有個培訓，孫經理讓我去，這些資料你幫我整理一下。”每一次他都笑得甜甜的，像是在撒嬌。我不是不想拒絕，但孫建華總會在旁邊說：“小林，你都工作3年了，帶新人也是應該的。年輕人要有團隊精神。”同事們看在眼裡，卻都選擇了沉默。小王私下跟我說：“婉晴，你太老實了，人家都騎到你頭上了，那能怎麼辦？”我苦笑。孫經理護着他，我又不想鬧，可這樣下去，你會被榨乾的。小王嘆了口氣，他說：“對了，3個月前，部門接了個大客戶，是市裡一家知名商場的周年慶策劃。這個項目如果做好了，獎金豐厚，還能評優秀員工。”孫建華把項目交給了周珊珊：“珊珊，這次你來負責，林婉晴配合你。”我看着他，張了張嘴，最終什麼都沒說。項目啟動後，周珊珊天天往外跑，說是去和客戶溝通。我在公司做方案、做預算、聯繫供應商，忙得腳不沾地。活動前一天，我反覆確認了所有細節：舞台、音響、禮品、流程，每個環節都檢查了3遍。活動當天，我早上6點就到了現場，盯着布置，一切都很順利，客戶很滿意。孫建華也特地趕來看。就在開場前半小時，問題出現了，客戶的總經理突然發火：“這個主題海報怎麼回事？
我們要求的是金色系，你們怎麼做成藍色的？我愣住了，立刻翻出手機裡的備忘錄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客戶要求的確實是金色系，我也是按照金色系設計的。周珊珊呢？她負責這個項目，讓她過來。客戶的總經理臉色鐵青。周珊珊趕過來，看到海報，臉色一下子白了。林姐，你怎麼搞的？我明明跟你說了，客戶要藍色系，不是金色嗎？我腦子嗡嗡作響。你記錯了。他提高了音量。我和客戶溝通的時候，總經理特別強調了要藍色系，顯得科技感和現代感。你自己改成金色，現在出了問題，推給我。客戶的總經理冷着臉。孫經理，這就是你們的專業水平。孫建華陪着笑臉，真是對不起，是我們的失誤。這樣，我們立刻重新制作。來不及了。總經理擺擺手，活動馬上開始。我看你們是誠心砸我們的場子，這次合作到此為止，尾款不用結了。說完，扭頭就走。孫建華追了幾步沒追上，回過頭，臉色陰沉的嚇人。林婉晴，你給我滾回公司！回到公司，孫建華把我叫進辦公室，狠狠地拍了桌子。你知不知道這次損失有多大？50萬的項目，因為你的失誤泡湯了。我沒有，你還敢狡辯？他指着我的鼻子。珊珊說得清清楚楚，客戶要的是藍色系，你非要改成金色，現在出了事，你負責得起嗎？孫經理，我有證據。我掏出手機，我和客戶的溝通記錄，還有最初的設計稿，全都是金色系。夠了！孫建華打斷我，客戶現在不認賬，你拿什麼證據都沒用。這個月的績效考核，你是D，是最低等級，意味着沒有獎金，還會影響年終評優。我咬着牙，孫經理，這次的責任不在我，不在你，在誰？他冷笑。林婉晴，你工作3年了，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厲害？我告訴你，公司不缺你這種自以為是的人。那天晚上，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到深夜，窗外的霓虹燈閃爍，我的眼淚卻怎麼都憋不住。第二天，人事部公布了月度考核結果，我的名字後面赫然寫着大大的D。同事們看我的眼神都變了，帶着同情，也帶着疏遠。在職場上，一個被領導針對的人，就像瘟疫一樣，沒人敢靠近。更可怕的還在後面。接下來的1個月，孫建華開始頻繁地找我談話。小林啊，你也工作這麼久了，有沒有想過換個環境發展？這個項目不適合你，你還是休息一段時間吧。公司在調整架構，你這樣的資歷比較尷尬，不如主動離職。我幫你和人事說說，補償多給點。每次談話，他的語氣都很誠懇，像是在為我考慮，但我聽得出來，這是在變相逼我走。我沒有屈服，憑什麼？我憑本事進的公司，憑什麼因為他們的小心思就灰溜溜地離開？於是孫建華撕下了最後一層偽裝，他開始給我調崗，從市場策劃調到了行政支持，說白了就是打雜、複印文件、訂外賣、收快遞、打掃會議室，這些本該實習生做的活，全都堆給我。周珊珊坐在我原來的工位上，用着我的電腦，接手了我所有的項目。每次路過，她都會衝我笑笑。林姐，辛苦了。那笑容像刀子一樣扎在心上。我告訴自己要忍到找到下一份工作再走。我開始偷偷投簡歷，但市場不好。1個月過去，沒有一家公司回復。上週，孫建華終於攤牌了，他把我叫進辦公室，桌上放着一封辭退通知。林婉晴，你連續3個月考核不合格，
公司決定和你解除勞動合同，考核作假。我不服，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說，不服。他冷笑，那你去告啊，看勞動仲裁站在誰這邊。林婉晴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你都混到這份上了，還裝什麼清高？我攥緊了拳頭，指甲掐進肉裡，生疼。好，我簽。我拿起筆，卻沒有落下去。但我有一個條件。還有條件？孫建華挑眉，說吧，想要多少補償？不是錢。我抬起頭，看着他，我要體面地離開。就是那一刻，我想起了那個10年未見的姐姐。這些年，我從未主動聯繫過她。我想證明，沒有她，我也可以活得很好。但現在，我不想再證明什麼了。我只想讓那些踐踏我尊嚴的人知道，欺負我是要付出代價的。今天早上，孫建華帶着我來到人事部。方經理，林婉晴的離職手續，麻煩你辦一下。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放，轉身準備走。等一下，方敏叫住了他，翻開文件，眉頭越皺越緊。孫經理，我需要了解一下具體情況。有什麼好了解的？考核不合格，正常辭退。方敏指着我的檔案，林婉晴入職3年，前2年的考核都是 B 加，項目完成度也沒問題。怎麼最近3個月突然變成 D？ 這個，孫建華頓了頓，他工作態度有問題，能力也跟不上。具體是什麼問題？方敏追問。方經理，你管得也太寬了吧？孫建華臉色有些難看。我是他的直屬領導，我說他不行就是不行。方敏放下文件，看向我。林婉晴，你有什麼要說的嗎？我搖搖頭，沒什麼好說的。那你有什麼訴求？方敏的語氣緩和了一些。如果對處理結果不滿，可以按流程申訴，公司會調查清楚。我沉默了幾秒。申訴？調查？那又能怎麼樣呢？就算查出來孫建華作假，最多就是恢復我的職位，但我還能在这裡待下去嗎？我不想再受這種委屈了。我抬起頭，看着方敏，一字一句地說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讓集團總裁親自來給我辦離職手續。方敏愣住了，孫建華愣了1秒，緊接着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前仰後合。林婉晴，你是不是被刺激瘋了？林總是什麼人？日理萬機，會為你一個小職員專門跑一趟人事部。站在門口的周珊珊也笑出了聲。表哥，他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？還真把自己當根蔥了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孫建華擦了擦眼角的淚。林婉晴，我看你是在公司呆傻了。方敏皺着眉頭看着我，眼裡帶着疑惑。我沒有理會他們的嘲笑，掏出手機，翻到通訊錄最上面的那個名字，林婉星。10年了，這個號碼我從未刪除，也從未撥打。我按下撥號鍵，開了免提，電話響了3聲，接通了。喂，是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帶着職場特有的冷靜和幹練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平靜地說：姐，我是林婉晴。電話那頭突然安靜了，靜得能聽見呼吸聲。幾秒鐘後，傳來椅子倒地的巨響，緊接着是那個女人顫抖的聲音：婉晴，你說什麼？我在公司被辭退了。我看着孫建華逐漸僵硬的臉，繼續說：你能不能來一趟人事部，親自給我辦離職手續？你在哪個部門？市場部。林婉星的聲音急促起來：你別動，我馬上過來。電話掛斷，會議室裡靜得落針可聞。孫建華臉上的笑容徹底凝固了，他盯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：你叫他什麼？姐。我收起手機，看着他，我叫他姐。周珊珊的臉色也白了。表哥，他不會真的是林總的。閉嘴。
孫建華呵斥他，轉頭看着我，眼裡閃過一絲慌亂。林婉晴，你別開玩笑，我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。方敏看看我，又看看孫建華，眼裡閃過一絲明悟。他突然想起來，公司確實有傳聞，說林總有個疏遠的妹妹，但從不來往。難道？10分鐘後，人事部的門被推開，林婉星穿着剪裁精緻的深色套裝，踩着高跟鞋，急匆匆地走進來。她的頭髮有些凌亂，額頭上還有細密的汗珠。她的目光在會議室裡掃了一圈，最後落在我身上，整個人都僵住了。婉晴，她的聲音哽咽。我看着她，那個10年未見的姐姐，眼眶紅了。她老了，眼角有了細紋，臉色也有些憔悴，不像印象裡那個光鮮亮麗的女強人。林總，我點點頭，語氣平靜。林婉星眼淚掉了下來，她抬手想擦，卻發現手在抖。她深吸一口氣，轉頭看向孫建華，臉色瞬間冷了下來。誰負責辭退他的？孫建華的腿軟了，額頭上冒出冷汗。林總，我不知道他是您。方經理。林婉星打斷他，看向方敏，把林婉晴這3年的所有工作記錄、考核結果、項目檔案全部調出來。是，林總。方敏立刻開始操作電腦。5分鐘後，打印機嗡嗡作響，一份份文件被打印出來。林婉星拿起那些文件，一頁一頁地翻看，她的臉色越來越沉，最後猛地把文件拍在桌上。孫建華，你看看這些是什麼？文件散落一地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記錄着春季營銷方案，實際完成人林婉晴，匯報人周珊珊，商場周年慶項目前期方案林婉晴完成，執行人周珊珊，項目失敗責任歸林婉晴，秋季推廣策劃主創林婉晴，署名周珊珊。一個又一個項目都是一樣的套路。還有這個，方敏翻出另一份文件，商場周年慶的客戶溝通記錄。郵件顯示，客戶要求的確實是金色系，而且是林婉晴對接的。周珊珊擅自改成藍色系，導致項目失敗，卻把責任推給林婉晴。孫建華的臉色灰白。林總，這是誤會。誤會。林婉星冷笑，你把一個員工3年的成果全部抹掉，還給他扣上考核不合格的帽子，這叫誤會。孫建華跪下了，真的跪下了。林總，我知道錯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您妹妹，所以如果她不是我妹妹，你就可以這樣欺負她。林婉星的聲音冰冷，孫建華說不出話來。林婉星轉過身，看着我，眼裡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。婉晴，對不起，讓你受委屈了。我搖搖頭，姐，你不用道歉，為什麼不告訴我？他走過來，想握住我的手，卻又不敢。為什麼要一個人撐3年？因為我想證明，不靠你，我也可以活得很好。我笑了笑，眼淚卻掉了下來。可我好像失敗了。沒有，你沒有失敗。林婉星抓住我的手，是我失敗了。10年了，我連你過得好不好都不知道。方敏识趣地帶着孫建華和周珊珊走出了會議室，給我們姐妹留下空間。婉晴，你恨我嗎？林婉星看着我，眼裡全是愧疚，恨我沒有陪在爸媽身邊，恨我這10年從來沒有主動找過你，恨過。我說實話，爸媽出事那天，我給你打了17個電話，每一個都沒接通。我站在醫院走廊上，看着搶救室的燈一直亮着，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塌了。林婉星捂住嘴，眼淚大顆大顆的掉下來。可後來我想通了，我繼續說，你有你的人生，你的事業，你的夢想，
爸媽的離開是意外，誰也沒想到。我不能因為一次意外就否定你所有的努力。可我是姐姐，我應該保護你。你保護了我18年。我打斷他，你比我大7歲。小時候爸媽忙，都是你帶我。我記得你為了省錢給我買玩具，自己穿打補丁的衣服。我也記得你為了供我上好學校，拼命打工賺錢。林婉欣哭得更兇了。姐，我不恨你了。我抱住她，真的，我不恨你了。我們抱在一起，10年的隔閡，在這一刻終於融化。擦乾眼淚後，林婉欣恢復了總裁的冷靜和威嚴。他叫來方敏，當場做出處理決定。孫建華違規操作，惡意打壓員工，損害公司利益，立即停職調查，等待集團進一步處理。周珊珊試用期考核不合格，剽竊同事成果，立即辭退。林婉晴的所有工作記錄恢復真實情況，考核等級改為 A， 補發3個月獎金和應得的項目提成。至於去留，林婉欣看着我，你可以選擇留在市場部，我給你升職加薪，也可以選擇離職。按照正常流程，公司給予補償。方敏在旁邊記錄，然後看向我，林婉晴，你選擇哪個？所有人都以為我會選擇留下，畢竟有姐姐罩着，以後在公司不會有人敢欺負我。升職加薪也是板上釘釘的事，但我的選擇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姐，離職手續還是要辦的。我看着林婉欣，不過不是被辭退，是我主動離職。林婉欣一愣，婉晴，你這3年，我確實證明了我可以不靠任何人。我笑了，現在的離開是我自己的選擇，不是因為委屈，而是因為我值得更好的。你要去哪裡？我還沒想好。我說實話，但我會找到更適合我的地方。姐，我不想留在你的公司，不是因為怨你，而是因為我想靠自己的本事，堂堂正正的在職場上立足。林婉欣看着我，眼裡閃過欣慰。你長大了。是啊，我長大了。我點點頭。林婉欣深吸一口氣，拿起筆。那好，我親自給你辦離職手續。她在交接單上一筆一畫地簽下自己的名字。寫完後，她把筆放下，看着我，婉晴，雖然你不在公司了，但我們還是姐妹，對嗎？當然。我握住她的手，以後我們是姐妹，不是總裁和職員。那你答應我，以後每周至少見1次面。好，還有困難一定要告訴我。知道了。還有，林婉欣張了張嘴，眼淚又快掉下來了。我笑着抱住她，姐，別哭了，妝都花了。她也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辦完離職手續，我走出人事部的時候，看到孫建華和周珊珊站在走廊上。孫建華低着頭，臉色灰白；周珊珊眼睛紅紅的，看到我張了張嘴，最終什麼都沒說。我沒有理會他們，徑直走向電梯。身後傳來林婉欣的聲音：“婉晴，等一下。”我回過頭，看到她走過來，手裡拿着一個文件袋。這是你這3年應得的獎金和提成，1分不少。他把文件袋遞給我，還有，這是我的私人名片，以後有事隨時打電話。我接過文件袋，看着那張燙金的名片，上面印着林婉欣，總裁，謝謝。我說，不客氣。他笑了，眼角還有淚痕。我的妹妹，值得最好的。電梯門打開，我走進去，按下1樓的按鈕，電梯門緩緩關上的瞬間，我看到林婉欣站在外面，衝我揮手，我也揮了揮手。1個月後，我入職了一家新公司，職位是市場總監。這次面試，我沒有隱瞞和林婉欣的關係。面試官知道後，
反而更看重我的能力。能在宏遠集團做3年，還能得到林總的推薦信，你的實力我們很認可。面試官說：是的，林婉星給我寫了推薦信，信裡沒有提我們的關係，只是客觀地評價了我的工作能力和職業素養。新公司的氛圍很好，同事友善，領導公正。第1天上班，部門經理專門過來跟我介紹團隊。林總監，以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麼困難儘管說。我笑着點頭，謝謝。下班後，我收拾東西準備離開，手機響了，是林婉星發來的消息。第1天上班，感覺怎麼樣？我回復：很好。那就好。周末一起吃飯？好。放下手機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城市。夕陽西下，晚霞鋪滿天空，橘紅色的光灑在大樓上，溫暖又美好。辦公桌上放着一張照片，是我和姐姐的合影，那是上周末拍的。我們去了父母的墓前，10年來第1次一起祭拜。照片裡，林婉星摟着我的肩膀，我們都笑得很開心。我拿起照片，輕輕擦了擦相框。爸媽，你們看到了嗎？我和姐姐和好了。我小聲說，我們都過得很好。窗外的晚霞越來越濃，天空像被染上了一層金色。我轉身，拿起包，走出辦公室。電梯裡，有同事跟我打招呼：林總監，下班了。下班了，我笑着回應，走出公司大樓。秋風吹過，有些涼意，但心裡卻很溫暖。手機又響了，這次是一條長消息：婉晴，謝謝你原諒我。這10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你過得好不好，想你會不會恨我。現在我終於可以放下心裡的愧疚，好好的做你的姐姐了。對了，周末我訂了餐廳，就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去的那家。你還記得嗎？老闆換了，但味道還是一樣的。我們好好聊聊，聊聊這10年，我們都錯過了什麼。愛你的姐姐。我看着這條消息，眼淚又流了下來，但這次是幸福的眼淚。我回復：好，周末見。我也愛你，姐。抬起頭，星星已經開始在天空中閃爍。我想起小時候，姐姐牽着我的手，指着天空說：婉晴，你看，那是北斗七星，以後你迷路了，就看着它，它會指引你回家。現在，我找到回家的路了，不是回到某個房子，而是回到姐姐身邊，回到親情的懷抱。這一趟職場的磨難，讓我失去了一份工作，卻讓我找回了最珍貴的東西——家人。值得。我笑着走進地鐵站，融入下班的人群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開始，而我已經準備好了。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